大家好，我是艾生。加沙终于停火了，这是一个能够写进历史书的大事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特朗普他本来还在白宫滔滔不绝地讲话，然后国务卿卢比奥突然递给他一个小纸条，然后又附身过去，在老川耳边一顿悄悄话。悄悄话到底说了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一张小纸条却被记者拍了一个正着，上面写着非常接近了，我们需要你尽快批准真实社交的帖子，这样你就可以率先宣布协议了。简单翻译一下，以色列跟哈马斯很快要达成协议，总统您就赶紧发推吧，这个是您的头条。为了让特朗普上头条，国务卿卢比奥过去这一周也算是费尽了心思。从2023年开始，加沙这场仗打了整整2年，死了6万多人。为了和平，全世界最顶尖的那样一帮职业外交官，联合国也好，欧盟也罢，一个个西装革履，坐着专机飞来飞去，斡旋啊，调停啊，忙活了2年，各种大小和平峰会开了个寂寞，结果是什么？屁用都没有。但是过去一周，特朗普一顿操作猛如虎，竟然给他真的是实现了停火。这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外交胜利啊！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该人家特朗普上这个头条。但是为啥呀？凭啥他特朗普能够搞定呢？我们理解这个事儿不能够用以前的那样一套老的眼光。特朗普他没有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他直接通过公开渠道给哈马斯撂下一句狠话，要么在最后期限之前接受我这20条和平计划，要么你就准备好迎接彻底的毁灭。您听听这个词儿，彻底的毁灭，这哪像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会说的话，这根本就是黑手党电影里面的那些恫吓的台词。我给你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提议。特朗普给的根本不是什么选择题，他给的是一个最后通牒，加沙的未来要么在以色列的炮弹底下变成是一片焦土一片废墟，要么就等着我来给你们重新画格子。反正你们哈马斯过去那样一套在加沙的玩法必须要结束了。而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什么？就是老川他这样一套耍流氓的玩法居然就成功了。是简单，是粗暴，但的确有效果。哈马斯跟以色列这样一对过去10几年打得你死我活的冤家，居然都点头同意了。那响彻加沙2年多的枪炮声就这样停歇了。全世界都搞不定的烂摊子，凭什么特朗普1个礼拜就给解决了？左派对于特朗普取得的这个外交胜利非常不服气，但权力的悖论在于，有时候你用最粗暴的工具恰恰能够敲开最坚硬的核桃，这个是拜登、奥巴马他们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不服不行。以巴人民他们不管这些左派的小九九，协议宣布的那一刻，以色列特拉维夫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香槟砰砰砰的开，美国跟以色列的国旗到处飘，有哭的有笑的，像过年一样。而镜头一转，几十公里之外的加沙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被炸平的瓦砾堆里面没有香槟，也没有人狂欢，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被人折磨的太久之后，终于能够喘口气了，但是心里头还是七上八下的，特别复杂。这样一份特朗普式的和平，它不是建立在一个什么中东人民共同的理想或者是互信的基础上，直白一点说，它其实建立在一个大棒带来的恐惧、利益交换以及极限施压，还有就是大家都走投无路之后的对于生存的算计之上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中东和平的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用交易的思维把传统的外交游戏规则给你彻底掀桌子的故事。所以这到底是老川他有天才的外交手腕，还是这个老头他为了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把整个中东的未来都给压上了赌桌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好好聊一聊。在特朗普闪亮登场之前，其实加沙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外交坟场，谁来埋谁。过去2年时间，所有传统的外交方法全都试过了，但也全都失败了。
就是这样一片充满了绝望的土地，才给了特朗普一个施展他自己才能的机会跟舞台，让他能够用这样一种不走寻常路的方式闪亮登场。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的外交是怎么样走进死胡同的。这场仗是2023年10月7号正式开始的，哈马斯搞了一个突袭，杀了大概1200个以色列人，抓了251个人质。以色列当然是当场就炸了，开始疯狂的报复，当然也是为了解救他们的人质。后来2年，国际上正儿八经搞了2次停火，但是也都没有长久。第一次是2023年11月，刚刚打仗打了1个多月之后，卡塔尔跟埃及他们在中间撮合，搞了个7天的临时停火。哈马斯那次放了110个人质，以色列放了240个巴勒斯坦的囚犯。当时好多人都觉得可能有希望了耶，但是结果呢，事实证明只是一个中场休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还有好多人质都还没放回来，战争离结束还早着呢。第二次努力是2025年初，那个时候拜登政府搞了一个更加复杂的3阶段协议，但这个协议有一个非常要命的缺陷，哈马斯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是你得保证永久停火，以色列必须全部撤军。但内塔尼亚胡他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个条件，这个死结谁都没办法解开，联合国在旁边看着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结果嘛，其实可想而知。2025年3月，停火协议直接变成了废纸，而到了2025年9月，加沙那边的人道主义的危机几乎都快到顶了。那国际社会真的是没啥招了。所以连续2次的外交失败，尤其是第2次，等同于告诉全世界，过去那样一种建立在大家互信可以慢慢谈的一个传统的外交模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没戏了。30多年前签订的那个奥斯陆协议，就是传统外交的一个典型，第三方来调停，大家秘密谈判，讲究一个程序，最后怎么样呢？其实不也失败了吗？这个协议跟现实完全脱节了。那就在所有的路都被堵死的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事情，直接点燃了特朗普，让他决定自己要亲自下场。2025年9月9号，以色列的战斗机它突然飞到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对着一个高档的小区搞了一次精准的空袭。炸的是谁呢？炸的正好是哈马斯政治局那帮头头目目，他们当时正在那儿开会，讨论美国的新一轮的停火协议。你想想这个事儿干得有多损呢？以色列在卡塔尔的首都刺杀正在讨论美国和平方案的哈马斯谈判代表，而多哈呢，其实是美国的盟友，也是那样一次谈判的中间人。这叫一个什么事儿呢？以色列的这次行动代号审判日，虽然没有炸死主要的目标，但是在政治上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在华盛顿看起来，这个就是公然挑衅，这不就是往特朗普脸上扇巴掌吗？那这一下子就把特朗普给彻底惹毛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儿触碰了他的3重底线。第一个，卡塔尔是美国的盟友，你在我盟友家动手，就是不把我美国当回事儿。第二，你炸的是我正在主持下谈判的人，这不就是故意拆我的台吗？就是对特朗普的背叛。第三，内塔尼亚胡这么一搅和，让特朗普算是彻底看明白了，靠着这些传统的外交的手段根本管不住这些以色列的领导人。所以事后白宫的声明虽然嘴上还客气了一下，说消灭哈马斯是有价值的目标，但是紧跟着也强调说，单方面轰炸一个正在努力斡旋和平的美国盟友，无助于推进以色列或者美国的目标。后来很多美国官员都说，多哈的这次袭击就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因为他把特朗普彻底激怒了，让他下定了决心，老子不跟你们这些人废话了，我亲自来用极限施压的套路把这笔买卖给做成了。据说私底下特朗普的犹太人女婿库斯拉又开始做影子国务卿，给中东各方传话，也就是那个没得商量的最后通牒。多哈这件事情闹腾的结果就是直接把一个
完全不同于常规外交操作的交易员特朗普给激活了。他的外交哲学就长在他的这个商业本能里面，跟传统的职业外交官根本不是一个路数。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传统的外交就好像奥斯陆协议讲究的是什么？就是渐进，一个事儿你磨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制度化靠的是国务院联合国这些官僚的机构。方法呢是先慢慢建立互信，然后秘密会谈找共识，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特朗普这一套完全反过来的，他那样一本交易的艺术，核心的思想就一条，谈判不是为了双赢，而是要找到对手的弱点，然后往死里打。特朗普他会给你设定一个最后的期限，让你害怕，他不是为了跟你商量一个公平的方案，而是为了让你接受他的条件，说白了就是让你投降。所以内塔尼亚胡在多哈的那个突袭的行动，不仅在战略上愚蠢到家了，更是在个人的层面挑战了特朗普作为终极交易撮合者的一个权威。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够饶恕的。所以为了迅速撮合双方，尽快完成谈判，特朗普还拉了卡塔尔埃及、土耳其一道。事实上，为了让卡塔尔躬身入局，特朗普还亲自拿起电话逼内塔尼亚胡就袭击事件向卡塔尔道歉。而且应该也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还派出2员大将，一个是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女婿库斯拉。10月9号，他们亲自参加了以色列的内阁会议，见证了，其实也是监督了以色列的内阁通过了这个停火协议。因此，本次的强力出手，特朗普他既是给中东这样一摊子烂事快刀斩乱麻，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全球交易大师的形象。而之前那帮职业外交官的彻底的失败，正是给了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舞台，让他可以一个人上场解决掉所有的问题。好了，背景我们基本上交代清楚了，现在我们把这份和平协议拿过来，一层一层剥开来剖析一下。这份20点的和平计划，第一阶段相对比较简单，双方停止战斗，以色列撤出部分加沙地带，哈马斯释放所有40多名人质，其中有20多个人据信还活着。以色列呢，则要释放2000多名巴勒斯坦的囚犯，其中有100多是无期徒刑。但是第二个阶段就会比较难一点，比如说哈马斯必须要全部放下武器，不得参与加沙的治理，一支国际军队进驻加沙。那这个和平协议的地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致命的妥协之上的。为什么哈马斯跟以色列都能够接受？恰恰是因为他非常巧妙的把那个最核心谁也不愿意让步的矛盾给延后处理了。我们看到这个协议的措辞充满了所谓的建设性的模糊，加沙要去军事化，武器要被永久报废，还呼吁哈马斯的成员交出他们的武器来换取特赦。但是哈马斯那边宣布接受协议的声明里面，关于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一个字都没有提，他们只是说行，这个加沙的行政管理权我交出来，人质我也放，但是我们这个武装力量的未来，对不起，无可奉告，也就是战略性的保持了沉默。如果哈马斯真的放下武器，对于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成员，以色列他能忍住不发动突袭干掉他们吗？那如果哈马斯拒绝完全放下武器，或者说哈马斯因此发生内部的分裂，部分成员拒绝放下武器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反应呢？以色列如果发动猛烈的攻击，那就是继续重燃了这个战火，和平协议也就算是失败了。而对于现在的哈马斯来说，他如果释放了加沙所有的人质，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在这场战争当中对抗以色列的唯一的筹码。美国、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真的能够保证哈马斯的安全吗？那如果保证不了，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所以你看，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他虽然接受了和平协议，但是也反反复复跟国内的人说，我们摧毁哈马斯军事能力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呢。所以这样一种故意的模糊，或许也是故意这么设计的，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两边回去之后都能够对着自己人
有个交代。哈马斯可以跟支持者说，那你们看着吧，我们抵抗的核心武装力量是保住了，我们先活下来再说。而以色列可以跟老百姓说，大家先别急，我们先把人质弄回家，以后咱们再慢慢收拾哈马斯。但是这样一个创造性模糊的这个定时炸弹，也把这样一份和平协议的本质给暴露了。它根本不是一份永久的和平的条约，它就是一份设计的非常精妙的长期的停火协议。它是用钱跟国际的监督当胶水，把这两个目标根本对立的敌人强行粘在一块儿。这个要命的漏洞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就是哈马斯内部其实也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呢是哈利亚这样一种流亡海外的政治派，他的脑子比较活络，而另外一派是加沙本地的军事强硬派，比如说辛瓦尔就主张干到底。所以这样一份和平协议，你可以看成是哈马斯他整个组织基本上已经快要完蛋了。那政治派的主张暂时压倒了军事强硬派，但是那样一帮拿枪的，他绝对不可能心甘情愿就把自己的武器上交了，所以这个就必然会埋下了一个雷。那么既然这份协议如此不靠谱，那桌上的这几个玩家，他们心里头打的都是什么样的算盘呢？我们先看看美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赌徒特朗普，他的动机是分为好几个层次的，而且他的个人色彩极其浓厚。首先，我想最明显的就是对于诺贝尔和平奖的渴望，那个真的是朝思暮想。特朗普他一直觉得说诺贝尔欠他一个奖，就在协议达成以前，全球博彩公司开的盘口，他获奖的赔率也是直线飙升，而且这个事儿正好发生在诺奖宣布的前几天，那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太微妙了。这份协议就是他冲刺诺贝尔和平奖的最后的，也是最重的一张牌。其次，他是在给自己弄一个和平缔造者的政治遗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几十年来把好几任美国总统都愁死的这个巴以冲突，到了我这儿给解决了，对吧？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的牛。说到这个地方，我想岔开来多说两句，为什么说特朗普他还真就配得上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章呢？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份和平协议不算完美，特朗普的手段也是简单粗暴，而且他对于这个奖啊馋得直流口水的这个样子也的确是非常搞笑。但是我们讨论他配不配，就不能光从道德上骂他，你得进入诺贝尔奖这个冰冷的现实主义的逻辑里面去看一看，其实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实际的结果。在加沙这样一片废墟上，当传统的外交手段都变成了扯淡的时候，特朗普用他那样一套商人的逻辑强行让杀戮停止了，这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这是实实在在的功绩，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左派，你也没办法否认这一点。很多人喜欢拿特朗普那些充满了争议的行事的风格说事儿，我们先不说这里头有多少是故意被人抹黑哈。诺奖的历史它本身也不是评选圣人，对不对？再说，如果你不能够跳出常规的话，你也未必能够搞定加沙和平这档子事，对不对？基辛格他因为越南停火拿了和平奖，但是他也主导过对于越南的地毯式的轰炸。奥巴马这个事情更夸张，他刚刚进白宫几个月，啥都还没开始干呢，诺贝尔和平奖就送给他了。而他后面呢，还发动了好几次的战争。特朗普去年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听着有点酸，他说，如果我叫奥巴马，10秒钟之内我就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左派呢，觉得他这是吃不到葡萄，所以说葡萄是酸的，而右派听他这句话觉得心里有点酸，但是你不能够否认他说的的确是一个大实话。所以给特朗普颁这个和平奖，不是说他这个人品行有多好，而是在现在这样一种多边主义不太好使的国际的政治环境底下，这是对于结果正义的一次正式的承认。他等同于告诉全世界所有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一个非常冷酷但是也无比清晰的信号，
当理想主义救不了性命的时候，那个能够用任何手段带来和平的强人，那些不择手段把被劫持的人质带回家的人，他就值得一枚现实主义的金质奖章。诺贝尔委员会他们奖励的从来就不应该是道德上的完人，而是能够结束重大冲突的关键人物。而且说实话，为了拿到这个奖，特朗普上任以来没少干活，他调停了印巴战争，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卢旺达跟刚果都在他的主持底下签署了和平协议。公平的来讲，特朗普本人确实非常努力，所以不管他最后能不能够拿到这个奖，他的确在这一点上是赢得了人心。左派经常嘲笑特朗普对于和平奖毫不掩饰的渴望，也嘲笑他喜欢听别人恭维，但其实历史常常是由渴望历史定位的人来书写的，而赞美跟奖赏则是推动这样一架引擎运转的最高效的润滑剂。所以用些玩具和恭维来引导老川，鼓励他多干一点正经事儿，还真没什么大不了的。好了，我们扯远了，让我们回到加沙这份和平协议上来。哈马斯这边他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份协议呢？当然是战术性的撤退，而不是战略性的投降。打了2年，其实哈马斯已经快撑不住了，他们的头头脑脑被干掉不少，军事设施跟装备剩下的也不多了。面对特朗普这个毁天灭地的威胁，他们知道再打下去，真的整个组织可能就会全军覆没了。所以他们答应做这样一笔交易，用加沙的行政管理权和手上的人质换取整个组织核心武装力量能够活下去。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只要枪杆子还在，就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啊！最后我们看看以色列，或者说被胁迫的伙伴内塔尼亚胡，他接受这个不彻底的和平，那心里头是相当痛苦的，也是不甘愿的，完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我想特朗普在胁迫哈马斯的同时，他也没有少给内塔尼亚胡压力。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一边他要面对人质家属跟老百姓的压力山大，而另外一边呢，是他执政联盟里面那帮极右翼天天威胁他说，你要是不彻底干掉哈马斯，我们就退群，让你这个政府垮台。而最后是由谁来打破这个僵局的呢？特朗普这样一通极限施压，其实反倒给内塔尼亚胡一个出路，因为他接受这样一份协议，既可以对国内的老百姓有一个交代，毕竟把人质带回了家，与此同时呢，又可以把没有能够彻底消灭哈马斯这个锅甩给美国。这个几乎是目前他避免自己下台的唯一一条出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本次之所以能够成功，说白了，他就是找到了那个最关键的权力的杠杆。杠杆的一头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的生命，而另外一头是哈马斯的组织存亡。他就在中间那个支点上轻轻的一压，就把整个中东的和平格局给撬动了。当然我们看到牌桌上还坐着其他人，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他们都说欢迎这个协议。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甚至说这个是桌面上最好的提议。他们为什么会特别高兴呢？我们可以想象看，这个协议让美国总统亲自充当了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他免不了要深度介入加沙的重建工作，这个实际上是把美国给套牢在中东了。华盛顿被这些烂事儿一拖，那他在亚太跟东欧跟中俄叫板的精力不就被分散了吗？一个让美国陷进去的中东和平，可能正是北京跟莫斯科都想要看到的。但说实话，这个事儿其实也挺矛盾的，因为加沙这场仗打了2年，这个包袱美国就算是想甩他也甩不掉，而且国内呢还因为挺巴勒斯坦的这帮人整天闹事闹得天翻地覆的。那既然这样的话，还不如亲自下场，用一份和平协议换一个暂时的安宁，既能够挽回美国前一段时间这个在外交上的失败，能够挽回自己的声望，还能够腾出手来，将来可以去追赶在中美竞争当中被耽误的时间跟机遇。
而整份协议追特朗普的地方还不止这些，他试图用一个巨大的经济计划来重塑整个中东。那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他第一任期那个世纪协议经济部分的升级版，那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用金钱来换政治妥协。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经济发展的计划，号称要吸引几万亿美元的投资，把加沙建成是中东的里维埃拉。为了管好这笔钱，还要设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特朗普本人会亲自当这个主席，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会参加进来。那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巨大，直到由一个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而这些金钱会从哪儿来呢？主要是来自于沙特呀、阿联酋这些海湾地区的土豪。但是土豪们其实他们也不傻，他们坚持你这个重建计划必须要跟一个靠谱的两国方案挂钩。他们不想再给那些没有任何政治前途的烂尾工程花冤枉钱。那听起来的确是很不错，但是这样一种由外国政要来主导的模式，马上就会有人骂说这是新的殖民主义，说这个本质上是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政治自决权。当地那个所谓的技术官僚的政府，说白了更像是董事会找来执行决议的管理层，而不是一个有主权的政府。所以您看到这份和平协议，它既是高压下的产物，也是各方其实是在走投无路时候的一个精明的算计跟妥协。他用一个画出来的大饼，暂时掩盖住了政治上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这到底是通向和平的第一步，还是仅仅为下一场冲突按下了暂停键呢？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大半天政治的大棋局，我们还是要把视线拉回到一个一个的个体身上，因为任何的历史不论多么的宏大，尤其是涉及到战争呢，这些痛苦的创伤，最后都要落到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看他怎么样改变一个个体的命运。我们回到特拉维夫那个人质广场，当特朗普宣布和平协议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广场上压抑了2年多的绝望一下子就爆发了。曾经用来计数的黄色胶带上面那个数字733被撕了下来，换成了一句简单的话：他们回家了。有一个老父亲在哈马斯放出人质的视频里面，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明显变瘦了。这位73岁的父亲已经开始想着说重逢之后的第一句话要说点啥。他会笑着说：我要告诉我儿子，你这次减肥有点减过头了哦。我们听听这句话，一个在巨大的痛苦里面诞生的黑色幽默，这个比任何眼泪都更能够说明这样一段痛苦经历的残酷跟荒诞。那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加沙，和平来了，但是颜色完全不一样。对于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停火就意味着能够活下去，能够活着，能够回家，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但是这样一份高兴，它其实也是非常脆弱的，被巨大的不确定性给包裹着。他们要回去的家已经没办法居住了，战争把加沙 90% 的建筑都给毁掉了。所以加沙人面对这份和平协议，他们最真实的心态是什么呢？一边是对于和平的极度的渴望，但是另外一边又对于未来感到非常的迷茫。这两种情绪实际上是交织在一块儿的。所以当庆祝的香槟泡沫都散去的时候，当废墟上的尘土也暂时落下来的时候，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也就来了。这样一份强加给各方的和平协议，到底是通往中东稳定的康庄大道，还是下一场更可怕冲突的开场白呢？而基于那个核心的矛盾，也就是哈马斯的枪杆子的问题，我们可以推断出来未来1到3年最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A 方案的可能性最高，就是冻结的冲突。名义上加沙是由技术官僚管着，国际援助也进来了，表面上是一片祥和，但是在底下哈马斯的核心武装力量它会转入地下，形成事实上的武装割据。而所谓的和平本质上就是一场大家心照不宣的武装休整。加沙会变成是一个高压锅，表面上的平静全靠各方力量的一个脆弱的平衡跟特朗普政府的持续的威慑。而 B 方案可能性最低，
这是一个脆弱的和平。也就是说，在那几万亿美金重建资金的诱惑底下，哈马斯内部的务实派占了上风，他们同意分阶段有条件的把武器给封存起来，转型成一个纯粹的政治组织来换取合法的地位，参加未来的选举。那这个可能性我觉得非常小。不管未来怎么样走吧，特朗普本次的操作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案例，他是不是开创了一个解决棘手冲突的强人外交的新模式呢？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效率高的惊人，当传统的多边外交陷入瘫痪，大家都在那儿扯皮的时候，一个有绝对权力的强人绕开所有的程序，直接施压，迅速打破僵局。对于那些天天在炮火底下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这样一种强人的政治的确是能够马上带来和平的结果正义。但与此同时，它的危险性也同样明显。第一，它会把复杂的历史跟政治的问题过度简化成了一场商业的交易，治标不治本。但话又说回来，历史上哪一次外交谈判的协议不是妥协，不是交易呢？就算是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不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妥协吗？第二，就是他高度依赖强人领袖的个人信誉，一旦这个人下台了，或者是改变主意了，整个的和平框架可能就哗啦一下垮塌了。那最后他给强权就是公理的这个逻辑提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那说到底，我想特朗普的这个加沙和平协议是21世纪权力形态变化的一个缩影，它告诉这个世界正在从一个基于制度跟规则的秩序向一个更加个人化、交易化跟媒体驱动的模式转变。我想整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道德困境，通过威胁跟强迫达成的和平，它的合法性跟可持续性必然是存疑的。它可能会在短期内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可能因为没有解决根本的不公平跟怨恨，反倒有可能加剧下一次冲突爆发的风险。那最终我们依然必须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份建立在胁迫跟威胁之上的和平，它是真的和平吗？或者它仅仅只是为下一次战争做的一个更为精致的序幕？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不仅会决定加沙几百万人的命运，也会深刻影响未来几十年全世界解决冲突的方式跟世界秩序的走向。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艾森。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